好，这里是饭团小夫妻。好了，可以下来，可以下来。哎呦，就是不愿意让我们报啊，真的。这一期是我们年终的 Q&A。Question and answer。然后前2天呢，我们在动态里面也已经邀请大家给我们发出各种 question 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们到底问了哪些 question。老父亲多久交一次公粮？这种问题，这是一个宠物频道该问的问题吧？你们自己讲讲。想什么时候交就什么时候交。对，我们按1357来，好不好？也不能那个。为什么做出当丁克的选择？家人理解吗？接老父亲是医生来着，为什么改到自媒体了呢？我喜欢，拍小猫咪，好不好？做医生很累的，天天面对很多的病人，我坚持不下来。对不起，我打退堂鼓了，我干不了医生这行业，就是这样。丁克呢，是因为我们俩都不喜欢小孩，家人不理解，没办法。怎么了？还能按住我们俩让我们生？但是呢，日子是自己过的，所以不管家人理不理解，我们按照自己的生活想法来。老父亲在芝麻回知心后会重新养只新鼠吗？终于有小动物的问题了。这个肯定会养，因为你们既然这么喜欢仓鼠，我肯定会养，好不好？我本来是不想养的，但是你们真的太喜欢了，所以我可能会养，也许今年就会养，好不好？小猫咪谁吃的多？就它。我不知道现在相机能不能拍到。汤圆吃的最多，但是它最瘦，就不知道为什么。它可能跟你一样吸收不太好。对，新成员榴莲是什么？还有老父亲什么时候绝育？这个只要看前半个问题就可以了。榴莲是个我们家里都没有的新品种。你只要知道这个就行了。我们过了年再说，好不好？保持一点点神秘感。对，过了年，因为我现在其实还没有去找，但是我想要它，我想要。你们可以尽情的猜一猜，看看之后会不会被你们猜中。怎样找对象？其实这个我们在音乐与英文的视频里面发过一条专门这样的视频。有吗？有，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过去看一看。这两条要你回答一下，老父亲喜欢淘淘还是喜欢老母亲？淘淘跟老母亲呢，都是在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重的。这么问呢，其实没有意义的。你要问淘淘跟老母亲在各自什么地方会让老父亲更加喜欢，那老母亲呢，肯定在生活过程中让我更加喜欢啦。还有很多是淘淘替代不了的，淘淘也有很多老母亲替代不了的。所以呢，互相彼此都是很重要的，在我心里面。饭团汤圆也很重要，芝麻也很重要。这是一个求生欲非常强的答案。怎么遇见这么契合的对方的？2个人，3只猫，1只仓鼠，生活好幸福啊！2个人相处过程中，不要一股脑的就为了也多了解对方的缺点，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看这个东西放大化。就比如说他平常不怎么干净的，那放大化，他生活中就会更加不干净，更加让你受不了。因为你现在谈恋爱只不过是偶尔见个面，但你生活中是天天见面，所以你得把小问题放大化。你觉得你受得了吗？刚开始跟我谈恋爱不会做家务，我放大他还是不会做家务，然后我心想我能接受得了吗？能接受，他愿意学。你看现在他不也能做早饭了吗？除了找到彼此缺点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相处过程中的2个人的磨合吧，对不对？你不可能找到一个这么契合，我们还吵架的。吵架，我们经常吵架。你看就是吵架，对不对？好，下一个，以后还会考虑搬家吗？其实我们2个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账号呢，因为做猫咪嘛，你想饭团小夫妻桃子总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的，这是比较沉重的问题，所以我也想等他们离我而去的时候，我们2个就开开心心的出去旅游。不对，这不是很沉重啊。这不沉重，就是在他们离开我们之后，我们自己调整好之后，可能就是满世界乱跑，看看每个地方不一样的风景。所以搬家肯定会搬家的，但是但小朋友可能不会搬太远。我们不可能说，比如说我喜欢广东，我不可能一说我就搬广东去，那车上7、8、9、10个小时，小猫咪受不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偶尔想想，偶尔说有时候。但是在杭州，我们还会待挺久的。
为什么选择去杭州？当时稍微说了一下，但没有细说。会担心家里长辈的健康吗？以后还会回无锡吗？还是说一步一步看？是这个样子。回无锡肯定会偶尔会回来，家庭长辈也是会一直通电话，了解他们的情况的。为什么来杭州？因为杭州我们俩都挺喜欢的，因为江浙这一带，第一个饮食接近，第二个气候接近，所以我们能接受了。不是说我们一下子跑广东太潮湿了，一下子跑四川太辣了，吃不消杭州还大一点，还有很多朋友在这儿。对，主要是有很多朋友在这边，李多好多朋友在这儿。对。不然的话，老是在无锡的话，感觉就是我们认识的朋友我们工作的伙伴都不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有时候还是很孤独的，天天只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我们2个人大眼瞪小眼，行，可以了。下一条。说话有点快小朋友如果听不清的话，可以放慢速度。想听听老父亲老母亲祝我今年考上清北班，明年考上北大物院。加油！加油！一定要好好读书读书真的是唯一的出路，读书是真的是学生时代初入社会之前，社会对你最公平的待遇了。出了社会之后，你就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公平的待遇，所以学生时代真的是很幸福的，一定要加油。我觉得不应该这么说，我们的学生观众很多所以我再来把老母亲的话再翻译一下。他这个心，但是不是说出来这种话，是这样的：学生时代不幸福也不快乐，但是工作也不幸福也不快乐，但是学生时代相对来说是公平的，你只需要读书考试就能获得一个成果。工作的时候很可能你做了一件很牛逼的事儿，但是你并没有什么成果。你再怎么样努力，你说不定结果都是0，甚至还可能你的东西被人家抢过去，你的功劳。所以学生时代是最公平的，只要你努力就会有结果。对，所以学生时代一定要好好读书。空中掌声。为什么选择养桃子？对着新手而言有什么注意事项？猫毛会不会加重鼻炎？会，猫毛绝对会加重鼻炎。我鼻炎真的很严重我觉得很严重了然后为什么选择养桃子？因为桃子可爱，没有为什么，桃子就是好看。虽然小时候它不好看，但是我有预料到它长大会是一个完美的仙女。真的，纯白的猫不会丑到哪里去。对于新手养猫有什么注意事项？第一个我就说一点吧，七七八八你上网也能查到，什么猫砂猫粮的。说一点，你不要主动去接近小猫咪，主动去抱它，主动表现太热情。猫咪它性冷淡，你知不知道？你不要当舔狗。接下来说一点这个问题觉得租房子住还是买房子住好？我认为你自己首先得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贷款还完了，大的小的不要紧，自己能住就行，好不好？然后呢，你如果想去住大房子什么的，你可以租，因为租房比买房来说更划算。但买房呢是个固定资产，万一什么时候用得着呢？你给自己留一条后背。没错。2021的新年愿望是什么？自我感觉和家里四肢的关系是什么？四肢的体重。2021新年的愿望就是赚更多的钱。淘淘叫我，淘淘要跟我一起说新年。淘淘，你是不是要谈奶了呀？淘淘来啦，淘淘跟大家打个招呼。那打个招呼 ，Hello， 我们是女神。Hello。首先新年愿望，希望小芝麻能活过今年吧。今年3月份左右，我估计小芝麻至少就是两岁了。就是我不知道小芝麻具体的生日是几号但是我确定只要到了3月份，小芝麻必定年龄满2岁了。就是说，希望小芝麻能活过这一年吧。它要满3岁，等于说是人类的接近120岁了，那就很老了，是吧？自我感觉和家里4小只的关系什么？我是他爸爸呀，你是他妈妈呀。前2天我们刚刚在一起讨论了这个话题，其实就是老父亲是这么回答我的，就是说在猫咪的心里，老父亲是最重要的；在老父亲的心里，我是最重要的；在我的心里，猫咪是最重要的。所以这形成了一个闭环。好。4肢体重基本都是5斤10斤吧，反正汤圆5斤，其他2周10斤。老粉没什么可问的，就祝老夫妻今年赚的钱比去年多3倍好。谢谢，祝你吉言不，借你吉言。下一个问题饭团现在还跳床头柜咬 TT 吗？然后咬洞洞吗？
饭团现在还跳床头，但是它咬不到洞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 TT 放在了别的地方。抽屉里咬不到。哎，这个问题问得好，结婚之前一定要同居试婚吗？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因为你在同居生活中就可以发现他在谈恋爱的时候美化了一些他自己的缺点。那么你如果说决定跟这个人结婚了，你跟他同居，然后发现他生活中各种缺点，你自己就可以心里有数，这个人的缺点在你们以后的生活中，你自己能不能介意，能不能接受，那么就可以决定你跟这个人能不能好好的。简单点说，那就是你跟那个人谈恋爱，两个人不住一起，你发现不了他的小缺点，但你同居住一起了，早上一起起床，一起刷牙，一起吃早饭，一起上班，一起回来，一起睡觉，晚上一起洗澡，你就可以发现一点小东西。哎呦，这么小！正经点说，我们觉得很有必要，但是具体要不要呢，还是以大家来定。讲真的，问的都是老夫妻的。都没有小夫妻的，小夫妻不可爱吗？有一个小夫妻了，我们家猫咪女宝宝几个月做绝育会比较合适，现在8个月了，可以了，带她去吧，就差不多半年以上就可以了。都要说，很多人都说要在第一次发情之后，其实最好是在发情之前。对，这样猫咪的话也可以减少痛苦。发情时候别去做啊，会大出血啊。如果我们不做宠物自媒体，会选择什么职业？这问题问的还真的是，不做这个做什么职业？首先啊，就说到了大家的很多同学刚刚毕业时候要什么？就业的问题了，对不对？好，这我就说一说啊，给老父亲这个经验告诉大家，老父亲工作快9年了再过几个月工作就10年了。工作是这个样子，首先你工作会很长时间，从你学校出来到你差不多快死了，几十年你都得工作。这么几十年工作，你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对不对？你找个自己喜欢的东西，你愿意往下干的才往下干。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你喜欢这个东西，但是你不愿意把它变成工作，一旦变成工作之后就会讨厌它，或者我不喜欢啊。对。所以你得好好找一找，你的爱好能不能够让你坚持的往下做？如果可以的，那去做它。真的。第二个，如果你的爱好不能坚持往下做，你觉得一直做你的爱好也会讨厌的。赚钱。对，哪个最赚钱？钱多。对，没错。你别跟你说什么不能犯法的啊，不能犯法的。你别说什么你的专业不对口什么，你想不想做？你想做就干，学它好不好？没有什么东西是我医学生来做这个，怎么样去学都学不会的。虽然我说法有点搞笑，但是我相信你们懂我的意思啊。读书才10几年，工作可得几十年哦。还有这个，现在这种状态，你们夫妻1日3餐怎么解决的？尽可能详细一点。因为我基本都12点以后睡觉，老母亲基本上也是1日3餐就很乱了，所以我们基本上一天早上起来是8、9点钟起床，差不多有的时候晚一点10点钟起床，所以我们吃早饭基本上10点多钟了，就是中午饭了。其实差不多是中午饭了。然后我们中午饿的时候，基本上是下午2、3点钟吃东西了。而且如果我们比较忙的话，我们会去做饭，因为做饭需要花了2、3个小时时间啊，就又浪费时间了。吃好饭，中午饭2、3点钟吃完了，洗个碗或者收拾一下，怎么了？4、5点了，哇，得准备晚饭了，就太占用一天的时间就没了。所以当家庭主妇的妈妈真的是很辛苦，那真的要真的很辛苦啊！虽然我们刚刚上面表现的很夸张、很好玩啊，但实际我们还是想祝福大家2021年新年快乐，牛气冲天。对，另外我们虽然刚刚说的很搞笑啊，但是很多东西都是自己的内心真实的心里话，所以这些东西基本上我们能给出的答案也就是这样了，大家还是要好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考虑一下，好不好？然后猫咪仓鼠生病真的不要问我，好不好？赶紧去找医生，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那么这一期就是这一期的饭团小夫妻。如果你喜欢我们内容的话，还要真心祝贺你，欢迎找到一个宝藏 UP 主，请你继续关注。小朋友们不要学哥哥这么疯疯癫癫的，好不好？认真工作，认真学习，记得要把作业写完才可以看我们的视频哦。拜拜，拜拜。